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《猛鬼街》系列中的第4个故事——幽冥鬼手。故事紧接上一部，弗莱迪的遗骸被尼尔医生埋在了废车场，灵魂终于得到安息。然而，克里斯依旧无法摆脱噩梦的纠缠。梦境中，他再次来到白色木屋前，一个女孩正蹲在地上画着木屋，里面甚至还出现了弗莱迪。女孩告诉克里斯，弗莱迪现在不在家。话音刚落，克里斯鬼使神差般走进房子里，而那首有关弗莱迪的恐怖童谣也再次响起。紧接着，屋子里怪象频发，克里斯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当他来到锅炉房时，心中的恐惧再也抑制不住。他利用超能力把睡梦中的小黑和乔伊拉到梦里，两人作为上一部的幸存者，都坚信弗莱迪已经彻底消失，不可能再在梦境里杀人。克里斯摸了摸水管和火炉，都是冷的，难道是自己想多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条狗从火炉里窜出来，咬伤了克里斯的手臂。原来刚才克里斯把小黑的狗也拉进了梦里，狗狗的出现让三人从噩梦中惊醒。小黑看了一眼狗子，身上竟然真的有血，而克里斯手臂上也赫然出现一处伤口。第二天在学校，克里斯告诉两人，一定是弗莱迪回来了，可乔伊和小黑都不相信。现在他们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，而克里斯一做梦就拉人的举动让两人十分困扰。虽然失去昔日伙伴的理解，但男友瑞克的出现让克里斯的生活丰富了不少。瑞克的妹妹爱丽丝和克里斯走得也很近。关于做梦，爱丽丝有一套自己的理论，在她看来，只要多想想美好的事物，梦境也会跟着美好起来。这天晚上，克里斯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小黑梦到自己来到废车场，起初他以为又是克里斯的杰作，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是自己的梦境。狗狗在此前埋葬弗莱迪遗骸的地方一个劲的刨坑，紧接着又化身为狗狗牌打火机，成功点燃了地面。只见坟坑大开，弗莱迪的骸骨上竟然重塑了血肉。小黑做梦都没想到弗莱迪真的卷土重来了。他躲在高处，趁弗莱迪不注意推下一辆汽车。见弗莱迪被压得死死的，小黑激动的手舞足蹈。可弗莱迪这么容易死吗？当然不可能。失去耐心的弗莱迪用钢爪杀死了小黑，而这只是复仇的开始。乔伊也难逃此劫。小伙子年轻气盛，大半夜又做了一个闲适的梦。梦里身下的水床晃动不已，抬头看去，海报里用来歪歪的性感美女竟然不见了。乔伊看向水床，好家伙，美女居然在里面游泳。乔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迫切地想和美女深入交流。不成想，美女秒变野兽。就这样，乔伊被弗莱迪拖入水床，悲惨地领了盒饭。隔天，克里斯到学校，发现小黑和乔伊的座位都是空的，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见克里斯情绪异常，瑞克连忙上前安抚，结果克里斯却撞到头晕了过去。在学校的医务室里，他又做了个梦。梦里校医是弗莱迪假扮的，好在真正的校医及时赶来，用嗅盐将克里斯从噩梦中唤醒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弗莱迪，克里斯带着瑞克、爱丽丝以及她的男友丹找到诡异的木屋。这里早已经荒废，宛如鬼宅。可刚到门口，克里斯的母亲恰好开车路过，于是严厉地把他喊了回去。这次的探险最终以失败告终。离开时，爱丽丝看到了克里斯梦境里小女孩的画，可再一转头，画又消失不见。克里斯这边，他刚吃完午饭就觉得脑袋昏沉，母亲还是和之前一样不靠谱。他认为克里斯存在青春期焦虑，所以一直睡不好觉，于是偷偷在饮料里加了点安眠药。克里斯强撑着睡意跑进房间，试图打电话向瑞克求救，可还是来不及了。克里斯瘫倒在地上，在陷入梦境的最后一刻，他按照爱丽丝的做梦理论，极力想象好的场景。于是这一次他梦见自己躺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，然而岁月静好的画面很快被弗莱迪打破。克里斯想逃，却陷入沙坑中无法动弹。弗莱迪一脚把他踩了下去，克里斯并没有埋进沙土里，而是来到了锅炉房。看着孤立无援的克里斯，弗莱迪叫嚣着：“你怎么不把朋友都拉过来？”担心连累别人，克里斯并不想拉人入梦，可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，他还是喊出了爱丽丝的名字。克里斯慌张地甩了爱丽丝2耳光，试图将她唤醒，可惜并不起作用。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，克里斯不顾一切冲向弗莱迪，可这样做无疑是飞蛾扑火。
弗莱迪毫不费力便将克里斯甩进火炉中。在被火焰完全吞没之前，克里斯把自己拉人入梦的超能力转移到了爱丽丝身上。随后，爱丽丝从床上醒来，有惊无险躲过一劫。照片墙上多出来的一张明信片引起了爱丽丝的注意，上面竟然是来自弗莱迪的问候。显然，弗莱迪盯上了爱丽丝。想起刚才的噩梦，爱丽丝和瑞克连夜赶到克里斯家中，房间燃起熊熊火焰，躺在床上的克里斯已经被烧死。至此，上一部中的所有幸存者全都下线。尽管如此，弗莱迪的杀戮仍在继续。眼镜妹是克里斯和爱丽丝的好姐妹，今天是物理考试的日子，就在眼镜妹准备答题时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。弗莱迪在试卷上留言，邀请眼镜妹和他一起玩耍。以为是幻觉，眼镜妹惊慌地看了看四周，转过头来，鼻尖竟然滴出鲜红的液体，眼镜妹吓傻了。下一秒，弗莱迪的钢爪从试卷里钻了出来，眼看有危险，爱丽丝想去帮忙，却被弗莱迪困在座位上。混乱中，眼镜妹将钢爪塞了回去，可危机并没有解除。弗莱迪躺在讲台上，惬意地削着手里的苹果，然后不怀好意地来到眼镜妹面前，二话不说就来个法式深吻。几口下来，眼镜妹当场被吸成了纸片人。然而这并不是眼镜妹的梦境，而是爱丽丝的。她无意间将眼镜妹拉到自己的梦里，没想到却被弗莱迪盯上。现实中，眼镜妹因为弗莱迪的操作哮喘病发作，虽然第一时间进行了救助，但眼镜妹还是失去了呼吸。爱丽丝的男友丹起初并不相信梦境杀手弗莱迪是真实存在的，直到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奇死去，他才不得不接受现实。当年住在榆树街的家长们为了给死去的孩子复仇，将弗莱迪烧死在锅炉房。之后，所有在榆树街出生的孩子都是弗莱迪的复仇对象，也只有这些孩子的梦境，弗莱迪能随意进入。爱丽丝推测，弗莱迪之所以能伤害自己，是因为克里斯曾把他拉入梦中。如今，爱丽丝和克里斯之间建立了某种连接，因此被他拉入梦中的人也顺理成章变成了弗莱迪的猎物。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，爱丽丝强撑着不睡觉，即便如此，依旧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。下一个入梦的是瑞克，他喜欢日本忍术，于是来到一处充满日式风格的房间。没等瑞克欣赏完，弗莱迪便开始和他过招。由于他是隐形状态，瑞克挨了不少打。找到平衡后，他成功踹掉弗莱迪的钢爪手套，但很快，钢爪在弗莱迪的操纵下径直刺进瑞克的身体。这时，在课堂上不小心睡着的爱丽丝也猛然惊醒。瑞克的葬礼上，爱丽丝做起了白日梦。梦中，棺材突然打开，瑞克安然无恙爬了出来。他笑着对爱丽丝说：“这一切只是欺骗弗莱迪的障眼法，他不是真的死了。”但爱丽丝很清楚，只是她无法接受瑞克的死，才做了这样的梦。认清现实后，瑞克再次躺进棺材里。让爱丽丝意外的是，每一次身边的人在梦境中死去，她都会获得他们生前的能力。比如，爱丽丝从来没接触过双节棍，却从瑞克那里继承到了一套出色的棍法。父亲在失去瑞克后痛心不已，害怕再失去个爱丽丝，只好将她关在家里。爱丽丝假装答应，半夜却趁父亲睡着，从窗户翻了出去。她和丹约好在电影院见面，可直到电影放映，丹都没有出现。更古怪的事情还在后面，荧幕上的爱情电影摇身一变成了恐怖片。不仅如此，巨大的风力先是将爱丽丝手中的可乐和爆米花吸进大屏幕，之后连爱丽丝也被吸了进去。看着在座位上陷入昏睡的自己，爱丽丝明白这又是梦境。梦境中，她来到打工的快餐店，看到年老的自己还在这里干苦力。老爱丽丝端出一盘披萨，上面全是被弗莱迪吸收的灵魂，点缀的肉丸其实是受害者的头颅。弗莱迪戳中瑞克的小脑袋，吃了个嘎嘣脆，并威胁爱丽丝赶紧帮他找新的美味。原来弗莱迪留爱丽丝一命，完全是因为他继承了克里斯的能力。害怕是人的本能，一旦爱丽丝感受到威胁，就会下意识把朋友拉入梦中，刚才也不例外。这时，爱丽丝突然从床上醒来，难道刚才发生的都是梦？爱丽丝的朋友除了丹，还有酷爱举铁的黛比。在门口与丹会合后，两人准备去黛比的家，确认他是否安全，结果却在途中遭遇了鬼打墙。看来爱丽丝还在梦中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次连丹和黛比都一起入了梦。黛比还在卧室里专心举铁，看到弗莱迪的一瞬间，他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在做梦。
的确如此，但他不知道弗莱迪是恐怖的梦境杀手。一顿力量比拼后，黛比的手臂从关节处断裂。由于他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蟑螂，于是他就被弗莱迪打造成了人形蟑螂。黛比尖叫着跑了出去，却摔在粘稠的粘蝇板上。在巨大的粘力下，黛比褪去脸皮，完全变成了蟑螂的样子。弗莱迪将黛比装进纸盒后，攥紧手心，当场爆浆。爱丽丝这边看到弗莱迪后，她一鼓作气撞了上去，结果发生车祸。爱丽丝没什么事，丹却受伤严重，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。途中，医生要打麻醉，担心丹昏睡后弗莱迪会趁虚而入，爱丽丝果断阻止了医生。可接下来的手术，麻醉是无法避免的。时间紧迫，为了拯救丹，爱丽丝先是用朋友们的遗物武装自己，然后服下安眠药，进入丹的梦中梦。在弗莱迪动手的最后一刻，爱丽丝成功把丹救了出去。经过一段滚筒式的通道后，两人跌落到类似教堂的地方。此时，丹的胸部开始出血，而医生在看到他有异样后，随即将丹喊醒。可是，爱丽丝却一个人留在梦中梦。当弗莱迪再次现身，爱丽丝使出瑞克的技能，一阵丝滑的前滚翻来到弗莱迪面前，然后手脚并用，狠狠打在弗莱迪身上，最后利用电流把弗莱迪的身体击穿。一波操作下来，弗莱迪还是死不了，甚至轻轻松松恢复了伤口。就在爱丽丝要被反杀时，耳边响起一群孩子唱的歌谣。爱丽丝从歌词中得到提示，恶魔会看到自己，她将会死去。于是，爱丽丝捡起一块镜子碎片，照在了弗莱迪脸上。一瞬间，被困的灵魂开始躁动。当他们钻出弗莱迪的身体后，恶魔也终于倒下。灵魂向爱丽丝道谢，随后飘向了属于他们的地方。故事最后，丹将手中的硬币丢进许愿池，然而爱丽丝却在激起的水花中看到弗莱迪的鬼影稍纵即逝。显然，梦境杀手的故事还将继续。影片充满恶趣味的想象力，披萨里的人头肉丸、美女变蟑螂，随便拿出一幕都极具视觉冲击力。和前面3部相比，这一部中的故事更有层次，画面也更精良，甚至看到了异形变银人的影子。只是大魔王弗莱迪怕照镜子的设定让人猝不及防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